为什么说蛇吃黄鳝是在找死？吃下去有什么后果？有科学依据吗？不知道大家是否认识黄鳝这种生物？它们常出没在农村的稻田中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生物。虽然看上去人畜无害，但是在农村中却流传着一条关于它们的谚语：蛇吃黄鳝是在找死。可是，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，蛇都是令人恐惧的存在。它们真的能够被一条小小的黄鳝折磨致死吗？这条谚语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，相信一定不会是空穴来风。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呢？从蛇和黄鳝的生存空间来看，它们还是有一定交集的，所以在自然界中难免会遇到对方。而这种说法流传至今的原因，是来自于人们对黄鳝和毒蛇的认知。在大家眼中，黄鳝的体型和大小都与蛇类十分相似，相信对于蛇来说，黄鳝一定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食物。但是由于它们没有能够咀嚼的牙齿，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蛇类都是将猎物直接吞入腹中，然后慢慢消化。因此在这样的前提下，黄鳝进入蛇的肚子里后，很可能会随意乱窜，从而导致蛇的死亡。不仅如此，黄鳝还有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，那就是它们死后不久，身体会逐渐变得僵硬。所以大部分人都认为，黄鳝死后进入蛇的消化道内，会占满蛇的身体，从而影响蛇的正常爬行，最后导致其死亡。这两种说法听起来好像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相信俗语，还是应该从科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一观点的真实性。那么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蛇吃黄鳝真的是在找死吗？其实单单从这两个角度来断定蛇吃黄鳝一定会死，实在是过于片面了。在猜测的过程中，我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蛇类的捕食方式。在自然界中，蛇类大致会被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体内带有毒素的毒蛇，另一种则是无毒蛇。这两类蛇的捕食方式有着很多不同之处。对于毒蛇来说，它们的毒液就是最好的武器，在面对猎物的时候，只需要趁其不备将毒液注射到对方的体内，过不了多久猎物就会失去战斗能力。所以他们在面对黄鳝的时候，可以先用毒液将其毒死，然后再大快朵颐。因此黄鳝在蛇体内乱窜的情况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，并且黄鳝被毒蛇吞入体内后，并不会是笔直的状态，而是呈蜷缩状，因此也不会影响蛇的爬行。那么黄鳝身体变得僵硬以后，是否会对蛇产生影响呢？正是由于大部分蛇都没有能够咀嚼的牙齿，所以它们进化出了极其强大的消化能力，胃里的胃酸能够快速的将黄鳝消化掉，这样一来，它们就完全不会受到影响了。那么无毒蛇面对黄鳝时，又会有怎样的应对之策呢？由于没有毒液的加持，所以无毒蛇捕杀猎物时只能用自己的身体将对方缠绕致死。然而黄鳝的身体上会不断的分泌出湿滑的粘液，这样一来就很难被无毒蛇抓住。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无毒蛇和黄鳝都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在黄鳝遇到毒蛇的时候，就没有一点反抗能力了吗？虽然黄鳝看起来没有什么攻击性，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，对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，它们还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我国民间还流传着另一句俗语，那就是蛇吃黄鳝比长短。那么这句俗语究竟表达了什么意思呢？曾有人在黄鳝的肚子里发现过体型很小的蛇，也就是说，蛇在遇到比自己体型大的黄鳝时，通常也会有被吃掉的风险。因此黄鳝在遇到蛇的时候，并不是毫无攻击力，而且有可能反败为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黄鳝的体内也是带有一定毒素的，这种毒素虽然不会给蛇带来致命的危险，但是却能够造成短暂的眩晕，从而为黄鳝的逃跑争取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黄鳝属于群居动物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好几条生活在一起的，而蛇则喜欢独来独往，所以在一条蛇遇到很多条黄鳝的时候，除非蛇的实力过于强大，否则获胜的可能性十分渺茫。并且对于蛇类来说，无论是有毒还是没有毒，黄鳝都不是一个能够轻松捕食到的猎物。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自然界中的蛇和黄鳝相遇的时候，大多会和平相处，只有在缺少食物的时候，它们才会大打出手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